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中医界有句话说，脾经畅通，重病难上身。为什么只要脾经不堵住，任何重病难上身呢？这就要从脾经的5大功能说起。一，脾是生命的动力源头。人们通常认为生命的动力源头源于心脏，其实躲在暗中的脾才是生命的动力源头，它才是推动全身循环第一动力，其次是肾，再次是肝。因此心脏并非生命的动力源头，没有被人看得起的脾才是推动生命循环的第一能量马达。然而现实中，许多西医医师从来就没拿着脾当回事儿，说摘除就摘除，完全不知道脾在全身的重要性，不知道脾不仅是全身的能量马达，同时也是杀菌灭毒的航母级消毒器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脾比肾还重要。另有一些人误认为生命力量的动力是肾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只有脾分泌的物质强压给肾脏，肾脏才有力量过滤血液中的杂质。当然，肾影响脾，但脾又会反过来影响肾，先天在脾，后天亦在脾。人出生后，脾就是那2小片，一直长到18岁成人，也还是那么大小，始终没有变化。生长的动能全靠脾的能量供给，只有年龄增长时，脾才稍稍增厚，到50岁时，我们的脾内已经成蜂窝状，其中已无能量了。如果将脾再次填实，肾水自然就会升入头部，人就有回到年轻时期的感觉。脾与肝相辅相成，脾也存血。脾切除之后，肝失去了脾的滋润，肝脏就会爆裂，人也就会全身没劲儿，常患血毒疾病，皮肤上总起疙瘩。细心的妈妈都知道，婴儿出生落地时哭的声音特别响亮，音讯可以传得很远。为什么能够音讯可以传得很远呢？其主要力量就是源于脾。2，中医认为脾有病，人就废了一半。脾的健康直接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状态，脑衰，其暗中是脾的枯竭。肾衰竭，肾枯竭的背后也是脾衰，因此脾衰比肾衰更可怕，脾比肾还重要。肾有问题影响脾，脾出了问题也将直接影响到肾。心脏衰竭的背后也是暗中的脾衰，一切大病皆根由脾衰。许多人都听过虚不受补这个词，其实虚不受补的要点就落脚在脾上，大病的最终结果是脾受到损伤。3，脾胃是人体的能量之源头，它们管着能量的吸收和分配。中医学脏腑生理功能认为，人体气血津液的生化依赖于脾所消化吸收的食物营养精微物质，因此脾为气血生化之根源，又称脾为后天之本，人体之仓廪也。古代医学家有一句格言，脾旺百病除，次发于脾而成于心。脾气健旺则气血旺盛，若脾气虚弱，食欲便会减少，则面色淡而无华。脾气虚则血少，血少则发无以得生。4，脾为后天之本，充养全身。脏腑局部之正气亏虚，亦与脾脏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通常来说，脾胃虚弱是很多疾病的根源。中医认为脾脏有摄血通血的功能，同时脾脏和胃同为中焦，为厥毒之官，和胃相表里。正气源于水谷精气，也就是李东衡所论的胃气、元气。胃气和元气的盛衰又与脾之功能强弱有内在联系，脾旺则正气充盛，脾弱则正气不足，正气若不足，百病潜伏中。因此古代医家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。5，脾脏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，脾脏占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%，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，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，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。首先，脾的主要功能是过滤和储存血液，它是人体的血库。当人体休息安静时，它储存血液；当处于运动、失血、缺氧等应激状态时，它又将血液排送到血循环中，以增加血容量。其次，脾脏犹如一台过滤器，当血液中出现病菌、抗原、异物、原虫时，脾脏中的巨噬细胞、淋巴细胞就会将其吃掉。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、补体等免疫物质，发挥免疫作用。
古代医家认为，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护脾胃，注意饮食营养，患病治病时用药及忌口均要顾及脾胃。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脾虚呢？首先可以看眼皮，如果平常眼睛很大，明亮有神，而现在眼皮却耷拉下来了，双眼看上去没精神，就说明是脾虚。因为中医认为眼皮也是为脾所主，如果眼皮松了下来，说明脾主肌肉的功能出现问题了。不过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。其次还能观察舌头，如果舌头颜色较淡，舌边出现齿痕，说明脾很有可能出了问题，最好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或抓紧时间调理。当然了，脾虚的朋友不用慌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打通脾经，可以有效改善脾虚。一、坐姿，将一只脚的脚踝压在另一条大腿上的做法，也就是架腿法。采用这种做法利于对脾经的按摩，因为脾经起于足大趾内侧端的隐白穴，然后沿小腿内侧正中线上行，再进入大腿内侧前缘，然后进入腹部。这个坐姿正好可以将脾经暴露出来，从而便于按摩。二、敲打法，拍打时要握空拳，用掌指关节端由上至下一路拍打下来，用力适中。对于大腿部位的脾经，拍打时可稍用力，两只腿都要敲，每侧以敲打10分钟为好。敲打的最佳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之间。气血流注脾经之时，敲打的次数是自己的时间多少而定。功效：上班时可利用工作间隙将腿盘成4字形，然后沿着脾经的运行路线一路敲打下来，可以起到健脾的效果。提示：如果拍打的过程中发现痛点，表明脾经上有堵塞的地方，这时可以用点按的方法对其进行按揉，将淤堵的穴位打通，从而将整条脾经的气血通畅。3、推小腿脾经，如果在推小腿脾经的过程中发现痛点正好压在脾经上，那一定要多揉小腿脾经才真正管用，也就是找到小腿脾经上的阴陵泉穴、地基穴、肋骨穴、三阴交穴这4个穴位上去推。如果找不准，也不想记得那么详细，您就索性顺着胫骨内侧边缘上下推，哪个穴敏感，哪个穴痛，您就多揉哪个穴。实际上，揉脾经既管胖也管瘦，揉它可让瘦的人长胖，胖的人减肥。总之，揉完后任何人都会感到欢喜。稍微懂得一点中医的人都知道，脾是后天之本，所以脾经上的穴位对于后天身体的养护特别重要。最后要介绍的这5个脾经上的重要穴位，个个神通广大，堪称大药。1、通鼻窍，隐白穴。隐白穴是脾经的第1个穴位，它位于大脚趾指甲旁大约1毫米的位置。这个穴位最大的功用在于止血，所以平时有消化道出血、牙龈出血、鼻出血等出血性疾病的患者，可以多用它来治疗。方法为艾灸，每天每穴15分钟。其次，这个穴位还有通鼻窍的功能，所以过敏性鼻炎患者可以掐按此穴来缓解症状。2、缓胃痛，太白穴。此穴位于足内侧缘，当第1指骨小头后下方凹陷处，此穴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胃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，还能缓解食欲不佳、腹胀。刺激的方法为揉按，以感觉稍有痛感为宜，每天120次。3、益胃酸，公孙穴。公孙穴是脾经的络穴，8脉交汇穴之一。这个穴位的作用是抑制胃酸的分泌，这对于从前有胃病或者想减肥耐饥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，因此它有减肥功能。刺激方法为揉按，以感觉酸胀为佳，每天120次。4、消炎症，商丘穴。商丘穴的最大用处之一在于消炎，下身的很多遗症，比如膀胱炎、尿道炎、盆腔炎等等，都可以通过揉按商丘穴来缓解，每天120次。商丘穴能消炎的道理在于其正好对应足底反射区中下身淋巴反射区。此外，商丘作为脾经大穴，可以调匀全身，尤其是脾经气血，提高血液循环质量，有助于炎症、疼痛物质的排出。5、肋骨穴，小便不利。从三阴交穴贴着脚骨内侧下缘往上3寸就是肋骨穴。
漏骨是骨子露出来的意思，也就是吃下肚的东西没能得到很好的消化，营养没吸收又排出来了，这叫做顽骨不化。而多揉漏骨穴就可以治疗，它还可以治疗小便不利，对男性前列腺问题很有疗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